今天这一段超硬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讲一锅汤，没错，是一锅神亲自开火煮的汤。你以为是天菜厨房吗？错，这不是美食节目，是神审判耶路撒冷的最后通牒。今天的内容就像火锅，一开始香喷喷，后来辣到灵魂发麻。今天来看以西结书第24章1到14节。别说我没警告你，这锅不止滚，还炸锅了。第1节，第9年10月初10日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等等，时间点写得这么清楚，你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一天。神说，今天是要记下来的日子。为什么呢？第2节，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将这日记下。这是什么？耶路撒冷围城的那一刻，正式倒数开始。你以为神只是提醒吗？不，这是宣布，你们选择了背叛，现在后果来了。第3节，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将锅放在火上。这不是神第一次用锅子来比喻耶路撒冷，但这次不同，这锅是审判锅，爆煮锅，滚到破的那种锅。4到5节，将肉块，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，腿和肩都聚在其中，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，取羊群中最好的，将柴堆在锅下，使锅开滚。你看，这一锅不是随便乱煮的，是超级用心，材料精挑细选。神说，来吧，我就煮你们最好的部分，看看你们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纯净。但是问题来了，锅里不干净，不是汤不够火，是锅子本身有毒、有垢、有肮脏。第6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这流人血的城，就是长锈的锅，其中的锈未曾除掉，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。注意这句话的重点，长锈的锅。神说，耶路撒冷不只是做错事，是整个灵魂都已经生锈、生垢、长霉。而且可怕的是12节，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。这句话让我想到一件事，你有没有洗过那种永远刷不干净的炒锅？刷啊刷，钢丝球都快变金刚狼的爪了，但那一层胶垢就死粘在上面。耶路撒冷就是这种锅，怎么讲都不听，怎么烧都不醒。13节，在你污秽中有淫行，我洁净你，你却不洁净。这句话好痛啊！神说，我不是不给你机会，是你一次又一次拒绝洁净。14节，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，必照化而行，必不返回，必不顾惜，也不后悔。这段话是什么？宣判书正式送达，执行无误，无法撤回的那一刻，你知道神多有耐心。当他说我不再后悔的时候，不是他变冷酷，是他已经警告过无数次，而人不听。结语，这锅不是为了毁掉，而是为了洁净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？但神不是坏厨师，他不是在烧锅毁人，他是在煮出一锅能吃的生命汤。他要我们不只是外表香，还要里面纯。他给我们机会一次又一次，是为了洁净我们，而不是主教我们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觉得自己也像那锅子，脏了、锈了、煮焦了，
不要灰心，因为只要愿意被神更新，被神洁净，你就不会被倒掉。今天这锅炖得有点猛，但希望你炖出反省与苏醒。